欢迎您收看澳洲麦克讲税法第59讲188A 商业移民签证财务须知。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188A 这个创业移民的这个签证。我们之前讲过了132的一些投资移民签证的一些税务问题。好，那我这一期的话，就针对于如果你拿到了188A 签证，然后要到澳洲，然后在这儿做生意，然后财务这方面你所需要注意的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要准备申请这个签证，或者已经拿到这个签证来到澳大利亚，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期的节目，这一期应该会对你非常有帮助，好吧？那今天主要是讲到，我们不讲移民这一块，就是移民的知识，我们只是讲，如果你现在已经买到了生意，或者准备要买一个生意，要考虑一下什么样的生意去购买，然后当你购买了以后，财务这方面你所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和你怎么样跟会计师怎么配合，能把这个财务做得更好。因为移民代理或者移民律师也是通过了会计师的这个财务来把这个所有跟其他相关的资料一起提交给移民局，然后去帮你去申请。所以你拿到这4年的这个签证，这2年的经营，你一定要跟你的会计师做好很好的配合，好吧？那我今天有大概6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好，特别是你是做188A 这个创业移民签证的人。第一个方面，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说，你如果持有这个51%以上的这个股份，你大概营业额需要30万就好了。但是呢，如果你只有持有30%的这个股份，那你至少的话，你这个公司的营业额得有40万。当然，有些人是持有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股份，那你持有10%的股份就好了，没有说营业额的这个要求。那这个营业额不管是30万还是40万，我们怎么去完成？那对于的话，就是你作为一个买一个零售店那这个就是你逐渐的把这个经营起来，你可能是从开始就是从头开始。但大部分的话比较简单一点，其实就是买一个现在已经建立好的生意，但是一定要把这个生意审核好，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营业额。如果我的建议就是说，不要是说买一个生意，它的营业额刚好在30万或者40万，因为很可能它的这个生意有可能是往下滑的，到时候你营业额不够，那你到时候2年以后你要去申请的时候，就真的就不够了。所以一定尽量就是说朝着这个生意的它本身的营业额稍微大一点的去做，这样的话避免了以后你会很头痛，然后没法把这个营业额做上去，而导致你后面的移民的一些问题。有些人的话会做出口，那出口的这一方面的话就也得需要注意。出口的话是什么呢？你不能是说你这30万40万你做个2笔的单子，那个柜子就是把这个红酒或者是任何的一些产品从澳洲出口出去，你就可以说拿到这个移民。他一定要看你这个生意是有一个持续性你不能是说你这几笔了以后的话，他就觉得你这还做吗？你只是为了完成要求。他需要你在这儿创业投资，他需要看到你这个生意，你发现这个澳洲这个生意是赚钱的是愿意付出更多的投资，然后继续往后走的。所以这个也得特别注意，就一定你做的是一个真实的，而且是你觉得是可以他能看到是一个你可以持续做的一个这个生意。所以这个营业额这方面一定要看。而且我们在就是会计师在提交这个财务报告的时候，还要提交8个季度的报表。就是因为澳洲的话，它是财年是7月1号到6月30号，每一个财年里面有4个季度报告。因为我们做2年的嘛，所以就是8个季度的报表，然后需要提交。它从报表里面也能看到你的营业额的增长的程度和浮动的程度，来审核你这个生意的一个经营的状况。所以这个营业额这一块也是你要跟这个会计师配合，一定要把它做好。第2个部分就是投资额。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说你需要投资到生意里面是20万澳元
20万澳元怎么样投资进去？很多人会做这件事，就是从澳洲之外的这个资金打入澳洲的自己的公司的账户，就直接打入。OK， 这个的话我是非常不建议的。为什么呢？因为很难去证明，就是说这个资金是主申请人投资给公司的。那怎样做会更好呢？就是说你海外的资金或者是澳洲之外的这些资金，你打入个人的账户，先打入个人的账户，然后你再从个人的账户这个钱，比如像20万或者更多一点25万，然后再打入这个公司的账户。这样的话，到时候你要去交这个提交的时候，移民的时候，你就会用公司的账户和个人的账户放在面前，就非常容易能证明这笔20万澳元的投资是从你投资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投资的。所以让你的工作也非常的这个简单，不然的话，那到时候移民代理或者移民律师就需要做一些额外的工作，帮你去做这个证明。所以用银行对账单去证明是最容易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大家注意。如果你开始要投资，当然你也不用是说你一笔20万澳元就打入这个公司，你可以分几笔了，因为它需要2年的这个时间。那也就是说，它在第1年的时间，你可以在第1年不断的入资在这个公司里面去做经营。当然，如果你是买一个公司就不一样，你买一个公司，你可能是20万的生意，你就直接打进去了。但是有些生意的话，它是可能只有15万，但是呢，你可能要做装修，你会不断的投资这个钱进去做装修，那也是可以的。只要是你保证在你开始买的这个生意以后1年之内要足够20万澳元的这个投资就没有问题。好，这个一直要保持到你要提交申请的时候，也要保持有20万澳元的这个投资。第3个部分就是雇佣员工啊，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雇佣员工。雇佣员工的话，现在的话基本上你是要雇佣2个员工啊。我们现在就是188A 是要雇佣2个员工。之前呢，这个188A 的前身是163A， 163A 是雇佣1个员工。现在的话，只有一个州，它还是只需要雇佣1个员工，就是维州。但是其他的州现在的规定就是需要雇佣2个员工。在雇佣员工的这一块的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确定，就是说这个员工一定是至少有你给他30个小时，也就是2个员工加在一起有60个小时。那是不是每一个员工你都需要是全职呢？也不一定啊。你可以是说有3个、4个、5个人，但是他们的小时数加起来至少有60个小时，也就是说相当于是2个全职员工。而且得注意哈，就是说你在提交前的这12个月，一定是要持续性的都有60个小时的时间给这些员工，而且这些员工一定是拿到了永居或者是当地的这个公民的证哈，才符合这个雇佣员工的这个条件，才能是说把这个条件作为你的以后去做移民这一块。那从财务这方面的话，我们得注意的话，就是你一定要按时给员工付养老金啊。这些员工我们都是注册了那个员工保险啊。如果员工的工资达到一定的额度哈，都需要去给他们做这个员工代扣税啊。现在就是说，之前我有讲一期就是工资及时申报系统哈 STP。这个是从19年7月1日以后，每个雇主都需要去履行的一个职责。这一期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看一下。那对于188A 签证的朋友们，也需要履行这个税务局的这个规定，来保证这些所有的员工都拿到了员工这个工资单，然后按时的把这些该交的养老金或者税交到政府那边，这些资料都非常的重要，到时候你要去提交移民的时候。第4个方面，很多人就因为在我这儿差不多经历了有10年了吧，就一直帮着这个商业移民把他们的这个财务和税务做好，然后帮助他们最后拿到最后一步的这个移民。很多人就在问，就是说我做这个生意我必须要有利润吗？
我的建议是，最好是有利润，这样的话能看得到这个公司是有一个持续性，而且你也是愿意继续的投资或者花时间，或者是把这个生意持续下去的。不然的话，你说如果是一个亏损的生意，谁愿意把这个生意继续经营呢？他可能会看到这个生意，就是说你2年可能做完，你就可能会把它关掉。他是愿意非常想让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继续去做，这样的话才能帮助就业率啊，帮助这个澳洲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所以利润这一块，他没有强调是说你一定要有利润，但是从这个报表上，从这个你申请方面都是对于你好的。但是呢，从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就是说你没有利润，并不代表你就最后拿不到这个签证，或者这个报表就不过关，因为它也根据你的行业和根据你为什么这2年都是有亏损，因为它是给你的一个创业投资，他觉得是你有这个方面的经验，你应该把这个生意做的是赚钱的。那为什么不赚钱？你可能要给一个合理的解释。打比方，你做的可能是比较大型的开发啊，前期的这1-2年都可能是不赚钱的，因为你前期的投资比较多，或者是你买的是一个农场。那农场的话，它是有些利润，以后要做出来的话，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做出来，而且也是看你的行业，对不对？如果你这个行业是必须要是有一些时间到第3年、第4年才能赚钱的时候的话，你可以是提供这些解释，所以的话也是不一定非要是说有这个利润。当然了，我建议是说你买一个这个生意，为了很容易、很顺利的拿到这个签证的话，最好是有利润了。第5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投资进去了，有营业额了，也雇了人了，这个公司也有利润了，到最后要提交申请的时候，有些人是说必须要做一个特殊报表。这个不一定，你有可能是需要做特殊报表，也可能不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澳大利亚的财政的结束是6月30号，刚才也说了。那如果你刚好来到澳大利亚，你成立这个公司，刚好就在7月1号之前，或者就是在7月1号那一天，那正好满足了这个财年的起始点和截止日期。这样的话，你其实就是可以用会计师给你准备的每一年你要上报给税务局的，或者是给公司内部做的这个财务报表，就可以用这个报表交给你的移民代理或者移民律师去做最后一步的申请。那为什么在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特殊报表呢？因为你开始的这个公司或者开始的这个生意的时间不是从7月1号开始的，你可能是从10月1号开始的。那如果你从10月1号开始的话，那我们打个比喻，现在是2019年，如果你的这个生意在2019年的9月30日，刚好是满足了你2年的这个经营，那这个时候你从10月份就要开始递申请，那你就需要一个特殊报表。那这个特殊报表的话是包括了2年，哪2年？就是从17年的10月1日到18年的9月30日，这是第1年；再从18年的10月1日到19年的9月30日，这是第2年。这个就是一个这个特殊报表，你就不能用平时给税务局的这个财务报表去提交你的移民，所以这个一个是特殊报表。但你这边也是要出一个钱给这个会计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但如果你是从7月1日就开始的经营这个生意，刚好又在这个财政年度，那你有可能就省掉了这一笔钱。第6个方面就是说，你把这些资料都提交上去了，我也满足了2年的经营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是说把这个生意给卖掉了，关掉了？是不可以的，因为移民局可以在各种的方面，网上或者是其他的询问，来了解你的这个生意是不是继续在做着。或者有可能在你在审核到你的案子的时候，来看一看你的季度报表
你可能是财报还没有出来，看一下你提交申请以后的几个季度报表，你有没有再继续经营生意？因为你继续经营，你就会有收入；你没有继续进行生意，那你就没有收入，没有支出。那这个也是在移民局那边会有一个问号的。所以我一般见到很多商业移民的朋友们，就是也给他们在刚刚开始就提醒他们，就一定要是说你在提交这个申请了以后，你继续的把这个生意做下去。好，到时候你把这个最后的监管期做完了以后，好，你把这个签证拿到了，那你再需要是说继续开始继续这个生意，还是停止这个生意，那这个就是你最后再自己决定了，好吧？那今天的话就聊到这里。然后，如果你觉得你的家人或者朋友，也会对这期的节目会感兴趣，也别忘了分享给他们，谢谢。感谢您的收看，请您关注本期要点和下期预览。澳洲麦克讲税法节目每周将会频繁更新，经验丰富的会计师麦克将为您介绍最新最快的澳洲税务信息，和您的生活、工作、生意息息相关，可千万不要错过哦！如果您有任何澳洲税务问题，请用手机扫一扫左侧的微信二维码与我们联系。你也可以拨打澳洲税务咨询热线871202384和海外税务咨询热线+61871202384。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哟！我们下期再见。